根据 SpaceX 的最新消息，星舰的第4次飞行实验所需的技术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如果获得 FAA 的批准，星舰的第4飞最快将在6月6号进行。不过我想，在看星舰4飞前，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星舰的第3飞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和星舰飞船的返回最后都失败了？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星舰的3飞的过程，看看最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超重和飞船的返回最后都失败了。2024年3月14日 SpaceX 公司的星舰进行了第3次集成飞行实验。所谓集成飞行实验，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火箭发射。由于星舰主要是由位于下方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和位于上方的星舰飞船这2部分组成，为了区别于单独部分的飞行实验， SpaceX 就把2部分集成到一起的火箭发射称为集成飞行实验。在星舰的3飞过程中，星舰从点火到起飞，超重和飞船分离，超重发动机再点火和空中翻转等动作完成的都算比较成功。但是超重在完成了屏幕上红色方块所示的空中翻转，并且进入下降阶段之后，在即将降落到海面上之前，按照原定的飞行计划，此时位于超重底部内圈的3台发动机应该点火，完成降落前的最后制动。但是现实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发展。大家请看屏幕，屏幕上显示的就是返回的超重在距离海面1到2公里高的时候，位于超重底部的发动机制动点火时的情景。我现在把这个视频再放慢一点，让大家看看。大家从屏幕上可以看到，首先是内圈的3台发动机中，位于右下方的发动机点火成功，但另外2台发动机则没有点火。大约 0.5 秒钟之后，内圈的3台发动机中的另外2台发动机仍然没有能够成功点火。此时，在这3台发动机外，中圈的10台发动机中的2台发动机点火成功。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刚刚点火的这2台发动机位于本来应该点火的内圈2台发动机的附近，这似乎表明此时的超重启动了一种应急处置措施。我注意到油管上有 UP 主说，超重制动点火时，内圈的3台发动机和中圈的10台发动机，一共13台发动机都应该点火启动。对此呢，我有不同的看法。超重的猛禽发动机的单台最大推力达到了230吨，13台发动机的最大推力能够达到2990吨，而超重的空重估计不到200吨。考虑到当时超重的高度、下降速度和需要的制动加速度等等因素，所需的制动力大约是550到650吨左右。如果让13台发动机都开机来实现制动，则平均到每台发动机的推力输出不到最大输出的 22%， 这种工况对发动机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有点像咱们开汽油车，如果把油门收得很小，这时发动机工作的就会很不稳定。而如果让3台发动机来实现制动，则可以让每台发动机都工作在 80% 到 94% 的最大推力输出上，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的发动机工作状态。因此，我更倾向于在正常情况下，超重在最后点火制动的时候，启动的应该是位于底部内圈的3台发动机，而不是内圈和中圈的13台发动机。当然，我的这个推断是依靠我对超重空重的估算，如果超重的空重更大，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我前面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刚才下降的超重启动了中圈的2台发动机，这就表明在超重着陆的飞行程序里，有当内圈发动机不能点火的时候，就启动相对应的中圈发动机的应急处置措施。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圈的2台发动机成功启动后1秒，其中的1台就突然熄火了。最终，超重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制动，回收算是失败了。后来我们得知，
造成超重在最后阶段制动点火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液氧泵的过滤器发生了阻塞，造成氧压过低，涡轮泵不能向发动机充分供氧，从而导致发动机无法启动。这个故障原因和星舰2飞的时候分离后超重发动机无法再次点火的原因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都是液氧的供给系统存在问题。这就说明3飞的超重液氧供给系统虽然有所改善，能够完成分离后的再点火，但这种改善仍然不是很彻底。当液氧进一步减少的时候，故障现象就再次出现了。而这次星舰4飞，希望燃料供给系统的问题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说完了超重，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看飞船。超重和飞船分离之后，飞船依靠自己的发动机，把自己的飞行高度从70公里提高到了大约200公里以上。但是，当飞船上的6台猛禽发动机关机之后，飞船在外太空就出现了滚转。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飞船的滚转。飞船此时的滚转是非常快的。后来我们得知，造成这种滚转的原因是在于姿态控制的阀件出现了阻塞。也正是因为这个故障，导致后来 SpaceX 不得不放弃了原来打算进行的飞船发动机太空再点火实验。为此 SpaceX 为后续的飞船增加配置了专门用于控制飞船滚转的喷管，但是这项增加的设备并没有安装在即将参加星舰4飞的 S-29 飞船上。因此在星舰4飞的飞行时序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飞船发动机太空再点火实验这个实验项目。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没有增加滚转控制喷管的 S-29 飞船和新增了滚转控制喷管的 S-30 飞船。我们可以看到喷管位于飞船的卫星释放口的下方，估计在星舰5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发挥作用。不过这样看来，在星舰4飞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依旧会看到关机后的飞船在太空中滚转，只是希望这种滚转不会影响到后面飞船返回时的姿态控制。而这就意味着 SpaceX 要大幅改进飞船在大气层内飞行的控制程序。至于最后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再来谈一下我前面的那期题为星舰第4飞我们看些啥的节目里曾经提到的一个问题。在那期节目里，我向大家介绍，根据 SpaceX 公布的星舰4飞说明，在星舰4飞过程中，在超重和飞船分离并成功的完成空中翻转之后，超重还会和极尖段进行分离，也就是现在大家从屏幕上看到的景象。当时大家都很好奇， SpaceX 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一个看似有点多余的动作呢？ SpaceX 给出的解释是，这样对降低返回时超重的质量和降低对超重姿态控制的难度有好处。现在有朋友给我发来了更多的信息，大家请看屏幕。屏幕上的4张照片反映的是超重的山格舵附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状况。请大家注意，在左上方的照片里，山格舵上极尖段形成的阴影，这个阴影到了后来拍摄的位于左下方的照片里就消失了。同样，在右上方的照片中，我们可以从位于照片下方的红色方块里明显的看到极尖段的边缘，但是后来同一位置拍摄的照片，极尖段的边缘也消失了。通过后来的分析，技术人员认为，由于极尖段的质量比较大，在超重的飞行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超重的晃动而脱落，所以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就决定在星舰的4飞过程中增加超重与极尖段分离这一环节了。好，关于星舰3飞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今天就向您介绍到这儿。如果您想在星舰4飞前了解应该关注星舰4飞过程中的哪些时刻，还请您观看我此前的视频，星舰第4飞我们看些啥。最后在这儿再做个广告，根据 SpaceX 目前公布的信息，星舰的第4飞最早将在6月6号进行，到时本频道也会进行直播，
欢迎您到时前来观看，让我们一起见证星舰的成长历史。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陪伴，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